大家好，我是01。在游戏里刷经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在異星探險家這個遊戲裡，刷經驗也就是刷字節數。所以我想通過這個視頻來分享一下我在遊戲中刷經驗、刷字節數的方法。我這個方法是全自動化的，只要你的電量足夠，你想裝多少就裝多少。可以看到我的字節數現在是好幾百字節1分鐘。如果電量夠的話，應該是到1040。我們來看一下高空的俯瞰視角。現在這整條生產線就是我的刷字節的生產線。大概說一下需要什麼東西。首先呢，就是平台。平台一定要搞一個超大型平台 C， 因為它能装很多東西，它可以装2個研究艙，再装一個自動機械臂，再留出一個空檔用來放東西、放物品。每个平台上面放2個研究艙。有的人可能會問，這裡有一個空檔，為什麼不放第3個研究艙呢？我們要空出一個地方放物品欄，這個是有講究的。因為如果你這3個都放研究艙，它沒有辦法把物品傳送到下一個，那麼下一個的自動機械臂就失效了。所以最多只能放2個。再就是每個平台上要放一個自動機械臂，然後就是大氣冷凝機。這裡建議2個研究艙配1個大氣冷凝機，這樣是差不多的。如果3個研究艙的話，大氣冷凝機是幹不過來的。所以我這裡有10個研究艙，我這裡就放了5個大氣冷凝機。至於這個大號電池是沒有必要的，這是我後期放上去的，無所謂，只要你保證電量足夠就可以。好了，物品介紹完了，那怎麼擺放呢？怎麼擺放是一個學問，因為如果你擺不好的話，它沒辦法實現自動化，而且電量有可能不夠。首先以我這裡為例，我這裡有5個大氣冷凝機，我把3個放在一個平台上，然後另一個平台我放了2個，它們生產完的大氣都存在這裡。有的人可能好奇，為什麼用大氣冷凝機生產的氮氣作為研究原料？是因為大氣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。如果是資源的話，你還需要手動的往上放，所以這就沒辦法實現自動化了。而且這個大氣選什麼種類也是有講究的。我建議你選氮氣，因為在母星上的話，氮氣它的濃度是100，那氢氣的濃度是75，所以這個氮氣它的壓縮速度更快。這2個平台並排放，然後這個空檔用來放大氣。然後呢，大氣冷凝機開啟的時候一定要開啟這個循環，這樣它就可以實現自動不間斷的壓縮氮氣。當然這一邊是連接電路，電路你隨便怎麼連吧，保證足夠的電力就可以了。關於電力我就不過多贅述了，你可以多造一些發電機。總之，這一個自動化刷字節的生產線是相當消耗電力的。每個大氣冷凝機需要20單位的電力，那麼5個大氣冷凝機就是100，然後再加上研究艙有10個，每個需要消耗2單位，就120個，再加上自動機械臂，100好幾十。所以說電力要保證。然後這一邊呢，裝1個自動機械臂就可以，因為這個綠色的圓圈它可以覆蓋這2個平台生產的大氣。接下來是研究艙，有一個原則就是你不可以把研究艙這2個都擺在中間，因為如果你2個都擺在中間的話，這個自動機械臂可以看一下它的範圍沒有延伸到最後一個部分，那麼它就沒有辦法把多餘的氮氣放在這個空檔這裡。這個空檔有氮氣資源是為了給下一個平台提供研究資源。如果沒有的話，後面的就跑不起來了，對吧？第一個研究平台搞定了之後，按照常理來說，應該是順着這個平台到那一邊再放一個平台。但這樣的話，我試驗過了，不可以，因為自動機械臂它的抓取範圍沒有辦法到達這裡。那如果是把這個研究艙放在中間，把大氣資源放在那邊，可以嗎？也可以抓到，但是它本身的這個自動機械臂就沒有辦法把氮氣資源放到那一頭了，所以也不可以。所以最終解就是你把它像一個十字形排起來，它是豎着放，那麼它就得橫着放，這個自動機械臂抓取範圍就得對着這個物品欄，那下一個就再垂直於這個平台，以此類推，這樣子不僅能夠實現自動化的目的，而且還能比較好的利用空間，它把這整個空間都占滿了，沒有像一條長龍一樣排到很遠的地方。如果你覺得不夠的話，可以繼續加，只要電力夠的話，加多少都可以。這裡還有一個小技巧，我想分享一下。我用這個分流器可以顯示電路有多少電流的這麼一個機器，看了一下，如果你把供電線分成2個，那麼整條的生產線它的電量是更足的。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在遊戲裡，如果你只用1根線送電的話，電量會不太足。這應該和遊戲的設計有關係。遊戲並不是真正的模擬現實世界中的電路。如果把遊戲中的電路仿真成現實世界中的電路，那應該會消耗很多沒有必要的算力。所以我猜應該是這個原因。
所以为了讓你的生產線更好的工作，你可以多連幾個線到你的電路上。840字節每分鐘，它現在又變成800了，說明電量不是那麼足。電量非常足夠的時候，應該是1000多。你後期可能也不太缺字節。說實話，我這裡這麼多字節，我都不知道有什麼用。54萬了。保證電力充足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多做這個同位素熱電發電機。需要1個鋰，還有1個納米碳合金，就是那個終極材料。關於這個納米碳合金的終極材料生產，這個生產線我也做過視頻介紹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就在上一個視頻裡有。好了，自動刷字節就是這些內容，可以根據我的作為參考，構建一下你的系統。我們下個視頻再見。